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婉，大家新年好。那今天这个事儿啊，可太有味儿了啊！大年初二，财神爷还没迎进门，咱们这位赖桑啊，倒是迎了一身新鲜热乎的原味汤。哎，你没听错啊，就是在这个庙堂之上啊，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劈头盖脸喷了一身啊！这究竟是身体不适，还是生理性厌恶？那今天咱就给你扒一扒这出2026年开年第一大祥瑞闹剧。今天是大年初三，俗话说初三睡到饱，但是我想各位啊，肯定跟我一样睡不着啊。为啥？笑醒的。昨天看了新闻啊，海峡对面那可是给咱们贡献了一个大瓜。各位都知道，这过年嘛，讲究个吉利啊，穿新衣戴新帽，去庙里烧个香，求个风调雨顺。台湾省那边也是一样的，政治人物嘛，春节期间最忙了，忙着干啥？忙着作秀呗，哎，到处发福袋，蹭蹭神明的热度啊，骗老百姓的选票。那咱们的主角赖桑，那更是这类作秀的高手啊。但是这回啊，演砸了，不仅砸了，还砸的是相当恶心，相当有味道。事情是咋回事呢？就是在大年初二啊，台南著名的4.5庙，这个地儿可是有讲究的。那供奉的是谁？关二爷。讲究的是忠义千秋，赖桑带着这个台南的市长黄伟哲，还有那个咋咋呼呼的民进党大喇叭陈亭妃，这一行人是浩浩荡荡啊，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这赖清德呢，穿着一身红衣，脸上是挂着那种标志性的皮笑肉不笑的职业假笑，准备给乡亲们发福袋。那这个时候，台上的陈亭妃啊，正拿着麦克风喊麦呢。那个嗓门大的，那恨不得把房顶都掀了。喊啥呢？喊民进党所有的候选人都要当选，我们要继续执政，我们要抗中保台。就在这个口号喊得最高亢、最刺耳的时候，站在赖清德旁边的一位庙宇的主委，咱们姑且叫他林大爷。这个林大爷吧，本来是站在旁边站得好好的，突然间毫无征兆的脸色一变，紧接着这位林大爷就像是练了气功似的扭头看了一眼赖桑。然后哇的一声，那真的叫一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一股子不可名状的污秽之物啊，呈喷射状直奔着赖桑去了。嘿，那场面简直了呀！这个赖清德虽然号称务实，但这会儿身体比脑子反应快啊，吓得赶紧闪躲，那个脸都绿了。但是晚了呀，那个呕吐物还是溅在他的左肩和衣服上。哎，你想想。大过年的，在这个关二爷面前被喷了一身，那个画面我都不敢想啊！隔着屏幕我都觉得那是毒气攻击啊！那时候呢，这个官方赶紧出来洗地，说什么这个林大爷是因为家里面有人得了这个诺如病，身体不适，纯属意外。诶，你信吗？反正我是半信半疑这个时候，岛内有个明白人，胸腔科的名医苏一峰大夫站出来了。那人家呢，从这个医学角度给咱们科普了一下，啥叫喷射性呕吐这个苏大夫说了，原因吧有6种，什么吃坏肚子啦、感染啦，或者是酒喝多啦。但是这些吧，咱们都能理解。但是苏大夫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种原因，我觉得这才是点睛之笔那就是心理性因素。啥意思呢？那大白话就是看见了太恶心的东西，生理上受不了了，这胃部发生了剧烈痉挛，忍不住就吐了呀！哎呦喂，这就耐人寻味了。当时林大爷看见啥了？左边是赖桑，右边是正在喊口号的民进党政客，这耳朵里听着那些骗人的鬼话，眼睛里看着这帮祸国殃民的嘴脸。哎，你琢磨琢磨，这得多大的心理阴影面积啊！这就好比吧，你正在吃饭呢那突然看见一只绿头苍蝇在那碗里面对着你搓手，哎，你说你吐不吐啊？那必须吐啊！这叫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呀。所以有这个网友调侃的好这哪是生病这是生理性不适，这是老百姓对民进党这帮人最真实的身体反应。哎，你想这帮台独分子天天喊着把这个台湾带向战争把老百姓往这火坑里推，把这个经济是搞得一塌糊涂呀，把这个社会呢搞的是乌烟瘴气，老百姓嘴上是不敢说，但是身体是诚实的呀。这一吐出了多少台湾民众的心声那这一波纯天然无剧本的现场表态比任何抗议口号都直白。
哎，简直就是给赖桑最响亮的新年回馈。咱们再往深了聊聊，台南4点5庙供奉的是关圣帝君，关二爷那是什么人啊？那可是最恨背信弃义、数典忘祖之徒的。这赖桑是有什么货色啊？哎，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是背叛祖宗、分裂国家的汉奸行径。他跑到关二爷的庙里去作秀，去骗选票。哎，你说关二爷能乐意吗？咱们老百姓常说啊，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大年初二的正是神仙归位的时候呀，赖桑这一去啊，林大爷这一喷，哎，你说是不是有点天意的意思？就像这个网友说的，神明不护叛国之徒，百姓一剑气七世之辈。这一声污秽啊，那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批语，那就是对他最辛辣的嘲讽和警告。这就好比那个什么秦桧去岳王庙拜年，结果被这个看门的大爷啐了一口痰。哎，这叫什么？这就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而且你注意到了吗？这次是毫无征兆，量大进足呀。这林大爷平时看着挺精神一老头啊，哎，怎么就偏偏在陈廷飞喊出民进党全当选的那一嗓子之后，对着赖桑就喷了呢？这不仅仅是恶心啊，这是辟邪啊！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晦气。这赖桑大过年的呀，挂着一身原味汤回家，这心里面得有多大的阴影啊？估计以后做梦都能梦见这一幕，这辈子都得留下心理阴影了。那当然了，咱们也不能光聊这个迷信啊，咱们得结合点国际形势，给您把这个事儿拔高一点。这个赖桑为啥大过年呢？他不在家里待着，非得火急火燎到处跑庙？因为他慌啊，他心里没底儿啊。哎，你看他大年初一去哪儿了？去了蒙甲龙山寺，在那儿讲什么？讲佛法，讲慈悲？屁哦，他讲的是要求在野党赶紧通过对美军购预算。哎呦喂，这大过年的给老百姓讲买导弹、买炸药，这得多丧心病狂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啊！那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主子那边催债催得紧哦。现在国际局势那是风云变幻，哎，那个董王呢又在搞事情了。听说最近董王放话了说打算直接和咱们的中国领导人谈，要搞什么大交易呢？这个消息一传到台湾，赖桑那是如坐针毡啊，这屁股底下跟长了钉子似的。他最怕什么？最怕就是自己舔了半天的美国大腿，结果最后像个破抹布一样被美国人给卖了。他这就是典型的弃妇心态啊。一方面呢，怕这个美国爸爸不要他了，这一方面又怕大陆这边随时可能动真格的，所以呢，他只能拼命的作秀拼命的买武器，想以此来给自己壮胆，给这个台独势力打鸡血。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呀。他想去庙里求个好彩头，结果呢，求来一身原味汤，这就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千金性命。连这个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都要借着林大爷的嘴喷他一脸。那说到这儿咱们还得提一嘴国民党那边，这个台湾政坛那真是妖风阵阵，怪事连连。赖桑这边是被喷，郑丽文在除夕祈福的时候也出了个怪事儿。据说是抽了个签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是在那边祈福的时候浑身发抖抖得脸都发紫了。有人说这是感冒了，但是我看这更像是吓的。为什么呢？因为2026年它是个坎儿你琢磨琢磨这个赖清德在这个台上胡搞瞎搞把这个两岸关系搞的是兵凶战危。那国民党那边呢，那也是烂泥扶不上墙，想捅吗他不敢捅，想毒又不敢毒，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这郑丽文一倒，是不是神灵在提醒他2026年要地动山摇了，要变天了？这一边呢是被喷一身，一边是抖得发紫。这两件事串在一起看，你品，你细品，这就是台湾政坛现在的真实写照一个是又臭又硬的石头，一个呢是瑟瑟发抖的软蛋，都没有好下场。那最后咱们把话说回来，这个赖清德被喷事件虽然是个笑话，是个闹剧，但是它背后折出来的东西那是相当深刻的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台独不得人心说明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肠胃也是敏感的。面对那些什么满嘴谎言、出卖祖宗利益的政客，老百姓呢可能不敢当面骂你，但是这个生理反应它是骗不了人的
那种从心里面涌出来的恶心是压都压不住的。这赖桑啊，想靠作秀来洗白自己，想靠着抱美国大腿来续命，门儿都没有。你看看这事儿原委套，这就是民意，这就是天意。咱们大陆这边呢，其实不用太着急。你看这个台湾岛内乱象丛生，妖魔鬼怪都现原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2026年注定不平凡，咱们就坐在这儿看戏，看着他们怎么作，看着他们怎么闹。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这大过年的，给大家添个乐呵。咱们还是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数典忘祖没好下场。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新年快乐。